我明明是宗门中最草包的师尊，可收的却全是拥有绝世容颜神级体质的女弟子。当别的男弟子上门求娶我的徒弟时，我反手就关门拒绝，声称这都是我的宝贝，只因我觉醒了收徒变强系统，徒弟修为增加，我即可获得双倍返还。此后我每天获得的都是神级物品，一股脑酷酷乱送，一天一个大境界，直接惊呆众人。此时此刻无名峰，我刚迈进大徒弟的洞府，整个人就傻了，温柔也僵住了。这丫头脸红得像要滴血，手忙脚乱地把冰系功法踏本往储物戒里塞，空气瞬间凝固。温柔这丫头长得是真绝色，身段也是没得挑，可这气氛也太尴尬了。我故意咳嗽2声打破沉默，柔儿，练功没出岔子吧？我装得一本正经，主打一个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温柔长出了一口气，看来没被发现，不然她怕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过来，为师给你激活个特殊体质。温柔的脸瞬间红成了熟透的苹果。激活体质，师尊今天难道要对我做那种事？自从被带回山门，他那颗心早就挂在我身上了，甚至觉得把自己交出去也是天经地义。他内心戏十足，脚下却很诚实地挪到了我面前。我把手轻轻搭在他头顶，掌心刚触碰到发丝，他身子就猛地一颤，嘴唇紧咬，那副模样简直媚到了骨子里。过程可能有点疼，忍着点。师尊放心，柔儿不怕疼。他仰起头，眼神那叫一个视死如归，看得我眼皮直跳。这丫头绝对想歪了，我赶紧把杂念甩开。系统面板随即弹出，检测到弟子灵根与身体资质沉睡，是否激活？激活！轰！一股恐怖的寒气瞬间从我掌心炸开，顺着他的经脉疯狂灌入，连我这个元婴期的修为都觉得骨头缝里在冒凉气。师尊，好冷，感觉有东西在身体里乱撞。刹那间，刺眼的蓝光从温柔体内冲天而起，原本晴朗的天色瞬间漆黑，鹅毛大雪凭空狂舞，半空中甚至浮现出冰凤与冰龙的虚影，整个宗门都被这天地异象惊动了。卧槽，那是冰魄神体，传说中的神级体质。丁，弟子温柔成功突破筑基境界，奖励已发放。我的修为像坐火箭一样直接窜到了元婴中期，脑海里更是一瞬间融会贯通了造化冰神诀，太神了！师尊，我直接冲到筑基后期了。温柔兴奋的像只兔子，直接就要往我身上扑。停，知道了，先下来。这丫头也没个轻重，这么贴脸输出谁受得了？嘿嘿，温柔愣了一下，不仅没收敛，脸上的坏笑反而更浓了。原来师尊也不是木头吗？看来他对我也有些想法。他眼里闪过一丝狡黠，正准备顺杆爬撒个娇，突然空间一阵剧烈波动，几个老家伙凭空冒了出来。温柔丫头，你的冰魄神体简直是为我落雪峰而生的，根本做走。落雪峰的传承任你挑。不要，我只跟着师尊。温柔回答的斩钉截铁，连一秒犹豫都没有。元白道友，别误人子弟，你们无名峰连本像样的冰系功法都没有。落雪峰主琉璃见我不吭声，直接加价，把人给我，我赔你100年资源，并保他踏入合体境界。他是真惜才，但也真没把我放在眼里。琉璃峰主，这是没得谈。温柔死死抱着我的胳膊，生怕我为了资源把他卖了。他心里清楚，去落雪峰前途无量，但没有师尊成仙又有什么意思？听见没？我的徒弟看不上你们落雪峰。元白，你若是真为他好，就该放手。琉璃急了，觉得我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。行啊，那咱们打个赌。我挑了挑眉，就在冰系造诣上比划比划。我要是赢了，你就闭嘴。话音刚落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。在御天剑宗跟落雪峰比冰道，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不过那帮老狐狸转念一想，觉得我这是在找台阶下，我也许是想通过必输的赌局让温柔死心。好，我接了。琉璃也觉得刚才态度有点冲，正好借坡下驴。我不欺负你，我会把修为压制到和你同境界。说着，他那一身合体境初期的威压就要收敛，用不着，比的是对道的理解，又不是泼妇打架。我一步踏出，轰！一股令人灵魂冻结的寒意骤然爆发，四周的空间仿佛瞬间凝固，连空气都被冻成了冰渣。所有人呼吸猛地一滞，这是寒冰翼。琉璃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寒冰翼可是冰道的极致，那是传说的境界，对法术威力的加成简直是降维打击。他那一身气势瞬间就被压得粉碎，最后只能颓然长叹：我输了，你的寒冰翼已入化境，我那点皮毛确实不够砍。周围的峰主们张大了嘴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最后只能尴尬的寒暄几句，给温柔塞了一堆见面礼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此刻无名峰顶又只剩下我们师徒2人。师尊，温柔痴痴地看着我的侧脸，眼里的情愫再也藏不住。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流浪街头，差点冻死在那个绝望的冬夜。可就在那个下雪的夜晚，一双温暖的大手握过他的手，对他说了一句：跟我去御天剑宗吧。我手指轻轻一点，在温柔的额头上把造化冰神诀传给了他。紧接着我又掏出一把五品灵剑，一枚塞满物资的储物戒，还有几块能扛合体7亿击的保命玉符，一股脑塞进他怀里。拿着防身，温柔抱着这堆足以引发宗门大战的宝贝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师尊这是要把家底都掏给我？师尊的大恩大德，柔儿无以为报。他突然扑通一声跪下，眼神狂热的让我心惊肉跳。柔儿生是师尊的人，死是师尊的鬼，若有背叛，天打雷劈。那眼神里的爱意浓得快要拉丝了，看得我头皮一阵发麻。这丫头怕是病娇属性要觉醒了。一晃3天过去，我每天变着法子给温柔塞资源，但也摸清了系统的尿性，同一个徒弟喂多了，返还倍率就会暴跌，得还得找新韭菜。第4天，我照常去温柔洞府投喂，刚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劲。师尊，温柔俏生生的站在那，换了一身浅蓝色的流仙裙，裙摆上还缀着亮晶晶的水晶，声音甜得发腻。你看我今天美吗？她眼神闪烁，显然是看了什么名为《霸道仙尊爱上我》的如厕读物，特意搞了这套纯欲风穿搭。四目相对，她羞得耳根子都红了，却还硬撑着往我身边凑。我心里警铃大作，这丫头想睡我。虽然我是个正经人，但这种事太影响拔剑速度，我必须把这股歪风邪气扼杀在摇篮里。徒儿啊，
我板起脸，一脸严肃：“你现在的实力太差，心境不稳，连基本的诱惑都抵挡不住。”说完，我扔下资源，转身就跑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温柔愣在原地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材，实力太差。懂了，师尊是嫌我修为太低。他眼中燃起熊熊斗火。闭关，我要修炼，搞定了大徒弟。我百无聊赖地打开系统雷达，准备物色2号工具人。屏幕突然弹窗，哟，这红点闪的，主角光环啊！我瞬移过去一看，是个少年正拿着把名为玄重尺的大尺子瞎比划，可惜是个男的，系统不收。但等等，系统提示顶级火灵体残魂现世，他手上那戒指有点东西，左脚太虚，气沉丹田，手肘发力别像个娘们似的。我背着手，随口指点了一句，萧炎动作一僵，脑海里那个苍老的女声猛地炸响，这人是高手，快跑！前辈是。萧炎冷汗都下来了，本座无名峰江元白。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小伙子，戒指里藏着个美女，身体吃得消吗？这一句话直接把2人干沉默了，这也太直接了，连戒指里是男是女都知道。萧炎也是个狠人，二话不说就要拼命。老师，您快走！这人深不可测。戒指红光一闪，一道虚幻的女影刚要浮现，萧炎却猛地一咬牙：“江前辈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凤前辈从未作恶，求您高抬贵手。”说完，这小子竟然直接切断了与戒指的神魂联系，把戒指往地上一扔，转身施展身法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不是，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戏精吗？我就是想收个徒，怎么搞得像强抢民女一样？地上的戒指飘出一道绝美的残魂，正是凤九天。他警惕地盯着我，道友既是大能，何必戏弄2个晚辈？若想让我认主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本地全盛时期，乃是大成境巅峰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哎呀，手滑了，我没接话，随手掏出一颗果子丢在地上。凤九天刚想硬气2句，眼睛瞬间直了。星光果，9阶灵果，这玩意儿一颗就能让残魂稳固如初，怎么又掉了一个？我又扔出一朵泛着七彩光晕的花，七彩夕阳花。凤九天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这可是重塑神魂的至宝，万年难遇。紧接着，我又拿出一瓶晶莹剔透的液体晃了晃，这顶级塑身液有点占地方，要不扔了吧？凤九天彻底破防了，这哪里是修仙者，这简直是行走的藏宝库。有了这3样东西，他不仅能复活，还能直接重塑仙体，冲击渡劫境。尊严在大道机缘面前，尊严值几个钱？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凤九天当场跪下，动作标准的让人心疼。那是女帝的膝盖吗？不，那是通往大道的阶梯。叮，恭喜宿主收徒成功，奖励修为提升至元婴后期，获得黄道神诀、凤凰精血。爽！我强压下体内翻涌的力量，随手把那3样至宝扔垃圾一样丢给他，拿去用，别给我丢人。凤九天捧着宝物，手都在抖，几万年的苦修都未必能求来一样，这新师尊竟然一股脑全给了。这一声师尊，他叫的真心实意，他也不含糊，当场吞服宝物，开始重塑肉身。1个月后，无名峰上空红云漫天，一只巨大的朱雀虚影仰天长啸，恐怖的高温把积雪都融化了。凤九天破茧重生，修为一路狂飙，直接停在了出窍巅峰。红光散去，一具完美无瑕的玉体暴露在空气中。我淡定地递过去一条红色长裙，穿上吧。虽然我不介意，但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。凤九天脸一红，飞快套上裙子，那股女帝的霸气瞬间回归。就在这时，几道强横的气息降临，各峰峰主被异象引来。一看凤九天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天生火灵体，出窍巅峰，天火峰的严老头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元白师弟，这徒弟你教不了，快让给我，下任峰主就是他。滚！还没等我开口，凤九天周身烈焰暴涨，冷冷吐出一个字：我已经拜入无名峰，谁敢废话，烧死勿论。众峰主面面相觑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他们惊恐地发现我身上的气息竟然变得虚无缥缈，隐隐透着一股化神巅峰甚至更高的威压，其实是系统的伪装特效。元白师弟深藏不露啊！一群老家伙吓得冷汗直流，扔下几句场面话，逃命似的跑了。人走后，我又给凤九天丢了一堆资源，拿去玩，不够再找我。凤九天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这位师尊虽然行事怪异，但对自己是真的没话说。第2天，我照例去给温柔送温暖。温柔看着我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远处正在闭目养神的凤九天，危机感爆棚。那个新来的师妹，胸大腿长，修为还是出窍期，简直是劲敌。想要独占师尊，光靠修为怕是不够了，看来得另辟蹊径。次日清晨，阳光正好，师尊温柔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膳走了进来，满脸贤惠。这是徒儿熬了一夜的补汤，您尝尝。我想着反正也没事，便接了过来。到了筑基境界就可以不吃饭，不过人生在世，谁不想尝尝美味呢？我笑着点点头，接过药膳。感情这东西到了胃，哪怕是毒药也得硬着头皮喝。师尊，味道如何？温柔眨巴着大眼睛，满脸写着快夸我。师尊知道我修为浅，这就去闭关。我刚想吐槽2句，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得，这孩子算是彻底因为我长歪了。师尊，带我去宗门外透透气好不好？看着他那副憨憨的模样，我鬼使神差的应了下来。温柔瞬间笑成了花，死死挽住我的胳膊，在他的小脑瓜里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约会了。9天，你也一起来。我顺手把正在蹭阳光修炼的凤九天也叫上了。凤九天点点头，虽然他想独占师尊的资源，但也知道欲速则不达。温柔的脸瞬间垮了，原本的2人世界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呀。师妹也在啊，姐姐修为太低，刚才都没注意到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温柔笑里藏刀，茶气冲天，一冰一火，天生不对付，无妨，凭姐姐的天赋，追上我指日可待。凤九天是何等人物，堂堂女帝岂会跟个小丫头计较？虽然拜了师，但她对温柔这种恋爱脑嗤之以鼻。她看上的男人
必须是那种镇压万古的绝世强者，而不是只会争风吃醋。师尊，咱们去哪？温柔眼底闪过一丝凶光，但转瞬即逝。去天渊。我响指一打，吼！震耳欲聋的龙吟响彻云霄，9条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金色蛟龙破云而出，每一条都有着顶级实力。他们拉着奢华的宝辇，悬停在半空，全宗门的人都看傻了。宗主出门也不过是3只青鸾，这位爷直接用9条蛟龙，这也太豪横了。上车，蛟龙车撕裂长空，速度快得惊人，却又平稳如地。师尊，太威风了！温柔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，就连凤九天也暗暗心惊。这9条蛟龙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哪怕是全盛时期的他也未必能驾驭。看来拜这个师尊是这辈子最赚的买卖。天渊城鱼龙混杂，正好有个拍卖会，咱们去淘点宝贝。其实我是想趁着招新钱，再卡一波系统的吧。这9龙车就是系统送的福利，买1送9，简直良心。正飞着，前方突然传来喊杀声，2拨人马打得热火朝天，直接挡了路。前辈救命！我是青州杨家3长老杨沐雨，这群魔道贼子要杀人越货，前辈别听这娘们胡扯，是他偷了我们魔教的至宝。对面那群人被蛟龙的气势吓得不轻，带头的赶紧拱手解释。我扫了一眼，心中冷笑，御天剑宗的地盘，什么时候轮到魔道撒野了？轰！我稍微释放了一点威压，几个魔修瞬间冷汗直流，动弹不得。长老，救我！魔修见势不妙，捏碎令牌，一个血袍老者凭空出现，刚要装逼，9条蛟龙张嘴一吸，嘎嘣！老者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直接成了蛟龙的小点心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宗主救命啊！魔修又捏碎一块令牌，黑袍中年人跨界而来，看清眼前的9条蛟龙，反手就给了召唤者一巴掌。坑爹呢！这玩意儿也是我能打的。说完转身就跑，可惜合体初期的修为在蛟龙面前就像纸糊的，眨眼间就被撕成了碎片。无敌，确实挺枯燥的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敢问尊姓大名？杨沐雨死里逃生，激动的浑身发抖。御天剑宗无名峰江元白，原来是江宗主，大恩无以为报，小女子只能……杨长老温柔一步跨出，挡在我身前，皮笑肉不笑，我师尊心善，顺手清理垃圾而已，以身相许就不必了。我暗暗给大徒弟点了个赞，要是再来一个，我这无名峰就成修罗场了。既然如此，这把剑请峰主务必收下。杨沐雨不敢造次，恭敬地递上一把血红长剑，剑身邪气缭绕，竟然是一把8阶魔剑。我也没客气，直接收下，带着2个徒弟继续赶路。与此同时，地底深处，一具棺材盖猛地掀开，枯瘦的手抓碎了边缘，回我分身。江元白，你找死！天渊城外，阴风怒嚎，9条蛟龙刚一露头，无数贪婪的目光就锁定了过来。好大的排场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虚空裂开，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直接抓向蛟龙，竟然想强抢。藏头露尾的鼠辈，也敢动我御天剑宗的人？一道剑光如惊鸿过隙，瞬间斩断了那只大手，血雨洒落，一只断臂从天而降。元白小子，没事吧？石长老邋里邋遢的身影浮现，大成巅峰的剑意却让整座城池都在颤抖。石长老，我拱手行礼，宗主不放心你，让我来盯着，这地方老怪物多，自己小心。说完，这老头又引入虚空，当起了老六。威慑之下，城中那些蠢蠢欲动的老狐狸顿时老实了。进了天渊城，虽然净空阵法压制了飞行，但繁华依旧。2个丫头一看到琳琅满目的店铺，眼睛都在放光。我笑了笑，由着他们去逛。这位俊俏的大爷，进来玩玩吗？路过风月楼，2个衣着清凉的姑娘娇笑着就要上来拉客。唰，温柔和凤九天同时挡在我身前，杀气腾腾。开玩笑，我们还没上手呢，轮得到你们这些妖艳贱货？师尊，那种脏地方不能去。温柔拽着我的衣角，委委屈屈地看着我，突然语出惊人：您要是真有需求，不如找师妹吧。说完，他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虽然心里酸得要死，但师妹好歹是出窍期巅峰，肉身强悍，总比外面的野女人强。凤九天听得一脸懵逼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这女人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我被气笑了，抬手就在温柔脑门上敲了一记暴力。你师尊我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吗？温柔捂着脑袋蹲下，泪眼汪汪，那副受气包的模样让人根本生不起气来。师尊看不上庸脂俗粉也正常，毕竟只有师妹这种角色才配得上师尊。我和凤九天真的是满脸无语，这话题是没法继续下去了。走，去勾栏听曲儿。这7个字一出，温柔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仿佛在看一个为老不尊的色鬼。别误会，为师只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欣赏艺术。我脸不红心不跳，领着2个徒弟大摇大摆进了风貌楼。包厢里看着楼下那群衣着清凉的舞女，温柔低头瞅了瞅自己，又抬头看了看旁边波澜壮阔的凤九天，整个人都灰暗了。师姐，师尊是不是喜欢那种身材好的？凤九天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凡尔赛气息扑面而来。丫头，别羡慕姐，你知道低头看不见脚尖有多痛苦吗？全是累赘。温柔正说着，楼下突然炸了锅，今晚合欢宗圣女柳妹儿亲临，打赏榜首者可与圣女共度良宵。全场瞬间沸腾，一群老色批嗷嗷乱叫。我也来了精神，系统面板瞬间弹出，柳妹儿修为合体后期巅峰，天赋顶级水灵根，体质玄阴媚骨，颜值99分，可收徒，颜值99，这不收来当徒弟简直天理难容。此时琴声骤起，柳妹儿抱琴半遮面，指尖流淌出的不是音乐，是勾魂摄魄的精神攻击，好美。温柔眼神瞬间迷离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我眉头一皱，一声冷喝，醒来。温柔浑身一激灵，冷汗直冒。师尊，我刚才好像看见太奶了。一曲终了，竞价开始，5万灵石，10万。这帮人还在几万几万的抠搜，我直接举手，100万灵石，全场死寂。温柔心疼的直跺脚，师尊，那可是我们1年的伙食费啊。凤九天倒是淡定，师尊这是为了学术交流，别肤浅。500万灵石，我再次开口，直接终结比赛。周围人看我的眼神像看个疯子，500万都能买件顶级法宝了，就为了跟个娘们聊聊天。
他们不懂，我有系统返还，灵石对我来说就是一串数字。恭喜这位公子！我随手甩出那剑，在温柔幽怨的像深闺怨妇的目光中，起身去了顶楼。侍女领路到门口，我随手丢给她一块极品灵石当小费，吓得小姑娘差点给我跪下。推门而入，香气扑鼻。柳妹儿换了一身粉色短裙，那双大长腿晃得人眼晕。近距离看，这99分的颜值确实抗打，连我这种阅女无数的都恍神了一秒。公子好定力，我的媚术竟然对你无效。她笑着给我倒了一杯酒，眼神里却透着精明。无名峰江元白，一封三神体，我可是久仰大名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接过酒杯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女人哪是来卖艺的，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原本只是想骗点钱，但看到你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她看着我把酒一饮而尽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。这酒叫醉仙酿，入口甘甜，但后劲可是致命的，是吗？我装作脚步虚浮，跌坐在椅子上，怎么感觉浑身发热？哈哈哈！你们这些臭男人，只知道贪恋我的美貌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点都没吸取教训。柳妹儿捂着嘴大笑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刚刚还是个仙女，转眼就成了小恶魔，这种转变也太大了，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换了灵魂。你一进来就压住我的功力，还对我动手动脚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姑娘误会了，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子，怕你对我图谋不轨。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柳妹儿气笑了，一步步逼近，装，接着装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，哪个不是馋我的身子？她伸出玉指，想挑起我的下巴。不，你错了，我是个例外。我反手扣住她的手腕，猛地一拽。什么？柳妹儿脸色大变，拼命挣扎，却发现自己像被铁钳锁住一样，纹丝不动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媚术，我的力量。她惊恐地发现，即便修为被压制，她引以为傲的化神期肉身，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弱得像只小鸡仔。啪！一声清脆的巴掌声，柳妹儿捂着屁股，瞪大了美眸，整个人都懵了。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打她那里。你敢打我？有什么不敢？我又是一巴掌。现在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呜，我不玩了，我要告你非礼。柳妹儿心态崩了，眼泪不要钱似的往下掉。闹腾了半小时，她终于累瘫了，说道为什么要针对我？我盯着她的眼睛，我就是想多赚点钱嘛，谁让你看起来人傻钱多？柳妹儿委屈巴巴的对手指，而且我有媚术，以为吃定你了。就这，我要是撒谎，天打五雷轰。看着她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我信了8分。叫声师尊听听。我掏出一枚铃铛，在她眼前晃了晃，九阶灵气。柳妹儿眼睛都直了，节操瞬间碎了一地。师尊受徒儿一拜。叮，恭喜宿主收徒成功，获得体质至尊媚骨。我嘴角一抽，神特么至尊媚骨，我一个大男人要这玩意儿干嘛？去当牛郎吗？不过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柳妹儿看我的眼神瞬间不对了，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。奇怪，怎么突然觉得这变态有点帅？一夜过去，当我和柳妹儿走出房间时，外面的谣言已经满天飞了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江元白在柳女神房里待了一整宿。畜生啊！我的女神！我无视周围杀人的目光，心情大好。刚出门，温柔就扑了上来。师尊，那女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她像知护时的小狼狗，警惕地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。放心，为师定力惊人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带着2个徒弟直奔天渊拍卖场。前面的朋友等等，一个轻浮的男生叫住了我们。回头一看，是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，那双贼眼肆无忌惮地在温柔和凤九天身上扫来扫去。我是天渊王家老二王宇，这2位姑娘不错，开个价吧。温柔瞬间炸毛，信不信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？凤九天也冷冷地看着他，杀意弥漫。哟，还是个烈性子，也喜欢。王宇不仅没生气，反而更兴奋了。朋友，给个面子，以后在天渊城我罩着你。他一个化神期，看我这群人最高不过元婴，自然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他一个堂堂化神高手，对付这些人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就你不配，天渊城不能动手。难不成你想违规？温柔虽然平时憨憨的，但有我在场，对起人来那是相当硬气。哈哈哈！天渊城内不能动手，有本事你们就在这儿窝一辈子。王宇眼神猥琐，肆无忌惮地在2个徒弟身上游走。只要我说句话，整个天渊城都是我的眼线。现在给你们个机会，把这2个姑娘借我玩几天，大家交个朋友，怎么样？周围人议论纷纷，看王宇的眼神像在看个死人。这王家真是作死啊！惹谁不好，惹这个煞星。玉天剑宗护犊子可是出了名的，这王宇怕是要凉。我轻笑一声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叫得很欢吗？王宇冷汗瞬间下来了。他虽然狂，但不聋。周围人的议论让他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最近名声大噪的无名峰峰主江元白，那个一封三神体背后站着整个玉天剑宗的男人。朋友，刚才是我说话大声了点。王宇秒怂，低着头跟孙子似的，都是误会，自己张嘴。我语气平淡，王宇脸色涨成了猪肝色，但在玉天剑宗的威慑下，尊严算个屁！啪啪啪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大街，周围人那个解气啊！王家平时作威作福，今天终于踢到铁板了。滚吧！我在他身上留了个追踪印记，带着徒弟走进了拍卖行。这种小角色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，现在正是要紧。进了拍卖行，我直接拍出一块极品灵石，我要见你们负责人。柜台后的驼背老头眼睛一亮，不动声色地收下灵石。道友稍等，我这就去通报。凤九天暗自撇嘴，这老头明明是高手，却还要贪这点小便宜，真是修真界的一股泥石流。片刻后，一个丫鬟领着我们来到了后院。下一盘，一道空灵的声音传来，院中石桌旁坐着一位紫裙女子，美得让人窒息。她就像一颗熟透的水蜜桃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叶宁轩，修为九转散仙，身份天渊之主，仙尊转世，颜值98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九转散仙，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境界，怪不得连各大圣地都要给他面子，这位根本就是人间无敌的存在啊！年轻人不错，他目光扫过我们，既然来了，陪我下一局如何？我毫不客气地坐下，示意2个徒弟给我捏肩捶腿，让你先手。叶宁轩自信满满，我想都没想，
起手就是当头炮，直接吃掉了他的马。你马没了，你想死吗？叶宁轩拍而起，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。温柔和凤九天差点跪下，这股气息太可怕了，仿佛下一秒就会灰飞烟灭。我是说，你的妻子马没了。我一脸无辜，这叫斩尽双亲计，懂不懂？叶宁轩深吸一口气，强压怒火坐下。懂了，接下来的棋局我毫无章法，主打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。虽然最后还是输了，但成功把这位散仙大佬的心态搞崩了。你输了。叶宁轩冷哼一声，看在御天剑宗的面子上，给你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这句话我可不爱听。我指尖微动，一道足以重创仙人的气息一闪而逝。叶宁轩瞳孔微缩，那是仙人的力量。小看你了。他终于正视起我来。我是叶宁轩，天渊之主。你是御天剑宗江元白。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柔仪。叶宁轩像触电一样缩回手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谈个交易吧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。随手扔出一把银色长枪，枪身银龙盘绕，寒气逼人。九阶法宝。叶宁轩有些惊讶，你是要卖？我又扔出2把一模一样的，这玩意儿我多的是，批发收吗？叶宁轩彻底不淡定了。九阶法宝什么时候成大白菜了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死死盯着我，试图看穿我的底细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凑近他，低声道：我说我要你，你给吗？完了，这人是奔着自己来的。不过叶宁轩很快笑了，这小子真会转移话题。他从江元白的眼睛里看到笑意，明显是在逗他。领域铺开，温柔和凤九天背后都冒冷汗了，看着叶宁轩的眼神满是畏惧。这种可怕的感觉，连渡劫境界的高手都没给过他们。传说中的渊主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直接甩出一张清单，帮我搞点稀有资源，种类要全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开始往桌上拍报酬：9阶藏魂果，9阶防御阵，还有这株仙药。当那株散发着纯正仙元力的药草出现的瞬间，叶宁轩那张波澜不惊的脸终于裂开了。他是仙尊转世，自然识货。这玩意儿在下界就是外挂，能让他重修仙力，杀回上界报仇雪恨。我看过剧本，他的痛点我拿捏的死死的。你不怕我杀人夺宝？叶宁轩死死盯着我，试图看穿我的底牌。你舍得吗？我淡定的把药推过去，这是定金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收起宝物，扔给我一块令牌。以后在天渊城，我罩你，合作愉快。我伸出手想行个握手礼，没想到叶宁轩反客为主，弯腰在我手背轻轻一点，嘴角勾起一抹戏谑，盖了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说完，他袖袍一挥，滚吧！轰的一声，我们3个直接被丢到了大街上。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接下来的剧本更加老套，客观。真不巧，只剩1间上房了。店小二收起温柔偷偷递过去的零食，演技浮夸的让我没眼看。温柔一脸无辜，师尊，将就一下，要是师妹觉得挤，可以睡地板。凤九天看着温柔那藏不住的小尾巴，我叹了口气，行吧，挤。房间里一张大床，师尊睡中间，温柔一锤定音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入夜，3人同榻，温柔悄悄掏出一包药粉，向着凤九天那边吹了过去。我眼角抽搐，这傻徒弟竟然信了路边摊那种连渡劫期都能迷倒的假药。更离谱的是，凤九天为了配合师姐演出，竟然真的秒睡，还打起了呼噜。全员影帝啊，搞定了！电灯泡，温柔开始行动了。她像只毛毛虫一样慢慢挪过来，心跳声大的像擂鼓，温热的气息越来越近，眼看那张小嘴就要凑上来偷袭，再装睡就要出事了。我猛地一个翻身，长臂一伸，直接将她卷进怀里，当成人形抱枕死死压住。温柔僵住了，随即软成了一滩水，脸埋在我胸口，彻底老实了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家伙，睡得香甜又安静，不闹腾的温柔，其实还挺可爱的。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，很柔顺。这丫头粘人，多半是因为自己，因为缺安全感，怕自己离开，所以才这样。我反而有些心疼。都睡吧，我低声说，声音虽轻，但凤九天听到了。他不惊讶，到他们这种境界，连微弱的声音都能感知，更何况这么近。师尊这是提醒自己呢。凤九天也闭上眼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，满脑子都是温柔的场景。凤九天一时睡不着。师姐真是胆大，2个弟子都不说话了。我想把温柔放回去，却发现手怎么也松不开，睡不着，完全睡不着，崩溃了，好累。今天的赢家是温柔，她难得睡得这么踏实，其他人全都没睡。嘿嘿，师尊，你只能是我的师尊。温柔做了个美梦，这个梦太美了，都不想醒。梦中的自己独占师尊，这种感觉大概只能在梦里有吧。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子，温柔眯着眼，慢慢睁开，刚一睁眼就和我对视，气氛有点紧张。师尊，温柔低下头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老走夜路怕见鬼，开车多了会尴尬，一大早就来这套。师尊果然也对自己有意思。我的脸色有些复杂，像哭又像笑。这弟子简直一刻都离不开管教，自己这么个七尺汉子，脸面往哪搁？整夜没合眼呢，太早让柳妹儿离开了，吃了个哑巴亏。温柔对师尊的好感值又涨了，眼神更加深情款款。既然醒了，快起来吧，拍卖会要开始了。我把他手脚掰开，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大摇大摆的，好像刚才抱着的是别人。师尊这是害臊了吧？在温柔心里，我就像被追得落荒而逃的小兔子，为什么要跑？肯定是因为自己心情特高兴，干活也有劲儿。旁边的凤九天也醒来了，懒洋洋的像刚睡醒。他昨晚也想了很多，都是因为这个师姐。师姐睡得好香，我也想试一试。呸呸呸！一大清早，我怎么想这么多奇怪的事？我是堂堂女帝呢。女帝，天元拍卖场外面，门外可热闹了。
卖东西的小商贩来回走动，只要脑袋清醒，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这些小摊卖的都是些简单却有趣的小吃和饮品。朋友，等一下！身后传来喊声，别回头，快走！我提醒两个弟子，本来要回头的温柔和凤九天立刻停下动作。师尊，说不定是熟人，为什么不让回头？温柔和凤九天一脸迷茫，要是不认识的人，在修仙界谁会在大庭广众下这样喊？不理他就对了，我也没多说，解释权在我这儿呢。洪荒第一坑货，光凭一句朋友等一下，就把同伴坑得够呛，我可不想重蹈覆辙。朋友等等，我这才转过身，只要不说朋友等一下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是个卖小吃的小贩，手里提着2瓶像牛奶一样的东西。朋友，这是我做的奶茶，全大陆独一份，你要不要尝尝？这是用地母牛的奶配着假灵茶煮出来的，不仅好喝，还能美容养颜，长寿不老。小贩说的天花乱坠，我觉得这人挺有本事。在修仙界还有人琢磨出奶茶这种东西。来3杯，好的，30零食，柔儿、9天，我们走。我一手一个，根本不给他们机会反驳。我不缺钱，也不是傻子。朋友，这奶茶效果超棒，30零食不贵，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2个道侣。我保持着年轻的状态，看起来完全不像老人。和温柔、凤九天一起，经常被人以为是富家公子带着自己的道侣逛街。29块零食，兄弟，我都快破产了，1块零食，不然别谈了。我斜着眼瞄了那人一眼，直接给了个超低的价格。好，看你是我第一个顾客，这3杯奶茶我就赔本卖给你。那个小摊贩特别果断，一手接零食，一手递奶茶，然后撒腿就跑，好像怕我后悔一样。亏大发了。我盯着手里的奶茶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也挺好看的，喝了一小口，苦的不行，直接扔了。温柔和凤九天也是这样，一口就全吐出来了，太苦了，这哪里是奶茶，简直就是冒充奶茶的咖啡，难喝的要命。本来以为这人是个天才，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怪胎。拍卖场特别大，有普通通道、贵宾通道，还有一个神秘通道。普通通道人最多，有些人是来看热闹的，有些人是想学点东西的。这些人基本上没什么钱买拍卖品，只是闲得没事干，当然也可能是专门来哄抬价格的气氛担当。贵宾区里都是各大势力的家族成员，还有一些修为很高、名气很大的散修。这些人大多数是合体境界的，大成境界的也不少。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大人物，现在都在乖乖排队，生怕丢脸给渊主。神秘通道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拿着贵宾卡的人能快速通过。大家都听说天渊拍卖场有贵宾卡，但从来没人拿到过。传说中只有渊主才有资格发放这种特殊的卡片。让一下，我带着2个姑娘直接往神秘通道走去。排队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排队。喂，你是不是眼瞎？那是神秘通道，你这种废物配走吗？赶紧滚到普通通道排队去。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，穿着粉红色的长袍，特别妖艳，还喷着香，让人很不舒服。要是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是个太监呢。这位太监有什么事？温柔从不惯着任何人，除了师尊，其他人都是废物。这人是不是眼瞎？居然敢拦他师尊，找死！男子眼神一冷，恶狠狠地瞪着温柔。普通通道的人就该守规矩，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这里是天渊拍卖会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你挡住路了，快让开！太监，温柔不高兴了，这人是谁？一直在唠叨个不停，听着特别烦。你在叫我做事？我赵日天在江湖上混的时候，谁不得让我3分？穿粉衣服的男子自我介绍了一下，满脸骄傲。赵家可是超级大家族，家里还有渡劫的老祖宗，他作为老祖的亲孙子，向来横得很。没想到来到天渊城后，竟然被欺负了2次，一次是被不明身份的人和自己争抢美人宗圣女柳妹儿，另一回就是眼前这事，这是连叔叔都能忍受，婶婶却忍不了。你还有脸吗？赵日天完全被打垮了，捂着胸口，好像挨了一记重锤。没了他赵日天，这漫漫长夜恐怕就永无尽头了。从小就有人称赞他有当大人物的潜质，修行天赋也很好，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化神境界。他一直引以为豪，可今天他居然在这里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对得说不出话。日天兄，看来你的名气还不够大呀，随便谁都能对你指指点点。对，日天兄，咱们得给他点教训，先制住他，再慢慢收拾。这种角色可是少见的。旁边几个与他同行的富家子弟开始煽动，眼中全是欲望。无论是温柔还是凤九天，都是那种能让万人倾心的绝色佳人。对这些不学无术的公子哥来说，美色是他们绝对不舍得放过的。小丫头，给你个机会，只要陪我们几位玩玩，我们就考虑放过你，不然的话，除非你永远别出天渊城。赵日天被2个兄弟一挑拨，也露出贪恋的表情。他玩过不少女子，但像温柔这般绝美的确实少见。天渊城禁止斗殴，他不敢动手，但他可以堵门，手到擒来。周围其他派系的人冷眼旁观，没人帮忙。这世道就是这样，没有利益，哪来的真正的朋友？不过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家伙罢了。忽然，一只手快如闪电的伸出，瞬间刺穿了赵日天的胸膛，摧毁了他的心脏。我甩甩手，手上没沾一滴血。惹事之前，得先想想自己是否有那个本事。我眼神冰冷的像霜，好像杀的不是人，而是畜生。嘶！周围传来一阵倒抽凉气的声音，所有人都没料到我会突然发难。此刻，所有人看我的目光都变了，那是一种看待死人的眼神。这个人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天渊城平静了几百年，我这一举动打破了平静。最糟的情况就是生不如死。小子，你完蛋了！你敢动手，不管你属于哪个势力，都没人能救得了你。你知道日天兄的身份吗？他是赵家老祖唯一的孙子，你逃到哪里都躲不过去。刚才煽动的那2人脸色差到了极点，他们的家族势力比不上赵日天。作为小弟，老大死了，他们还活着。赵家人脾气暴躁，他们的家族肯定要遭殃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这一刻，
他们后悔极了，怎么也没想到我如此心狠，我气得快要炸毛了，特别想立刻冲上去动手，可心里还是有点发虚。周围的围观群众也觉得我没救了，这家伙算是彻底挂了，谁敢在我的地盘上胡作非为？突然间，几股可怕的气息降临，那气势简直震天动地，全都是大成境巅峰的高手。这是天渊城的执法长老团，几百年前就没露过脸，这次一出现就全员出动，光是这几个人就能轻松碾压渡劫境以下的所有人，渡劫境以上的那就得渊主亲自上阵。各位前辈，就是这3个人，他们明目张胆地蔑视咱们天渊城的规矩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？这简直是打渊主的脸。那2个小喽啰一边抹眼泪一边告状，恨意满满，全怪我，都是我自找的，好好的待着多好，为什么非要反抗？这俩人一上来就把我往死里整，给我扣了个超级大的罪名，这一扣我可以说是必死无疑，再无活路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几名天渊城执法长老的目光立刻锁定我，他们没急着动手，而是先确认情况，到了他们的层次，自然不会轻易被表面现象迷惑，要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莽撞行事，最后出了岔子，渊主肯定得弄死他们。没错，就是我干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从头到尾都非常冷静，一点不慌，够胆量。我叶良辰这辈子都没佩服过谁，这次我是真的服了。我一开口，周围人的目光又变了，这小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居然还敢问人家有什么意见，人家的意见可大了。温柔和凤九天也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，渊主又不是没见过，你以为他们是被吓大的？既然你承认了，那你就去死吧。几名执法长老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好家伙，你连假装都不装一下，随便解释几句，他们也不会这么生气。你这样直接承认，简直就是不给他们面子。巨大的手掌瞬间拍下，那恐怖的力量直逼我，这一掌下去，绝对死得很干脆，连渣都不会剩下。你们确定要这么做？我手里紧紧攥着一块令牌，上面一个大大的宣字闪闪发光，像是神明的光辉。几名执法长老的脸色瞬间大变，巨大的手掌离我只有毫厘之差时，就在空中消失了。出手的执法长老硬生生收住力量，吐了好几口血，当场受重伤。这是渊主的贵宾令，竟然真的是渊主的贵宾令！剩下的长老惊呼出声。天渊拍卖场的人都知道渊主令的存在，大家也都见过，可是渊主从来没发过这样的令牌，也许发了，但他们也不知道。现在亲眼看见，众人一时之间都有点不知所谓。按理说，他们应该马上动手杀了我，可现在对方拿着渊主令，让他们不得不犹豫。害我孙子，我非让你偿命不可！一股吓人的劲儿冲破空气，撕开虚无，一根巨大的手指直指我，那手指大得像座山，好像能把什么都压扁。只听一声冷哼，渡劫境高手的攻击瞬间没了影，渊主出手了，各路势力都惊呆了。渊主好久没露面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，就是不敢确定而已。不过大家心里明白，在天渊附近干的事也越来越放肆，有时还敢越界，试探天渊城的态度。可没人理他们，这让他们胆子越来越大。现在渊主出手，这些势力的念头立马凉了。渊主能在3大圣地之间闯出一片天地，还得到了3大圣地的认可，他到底有多厉害？没人清楚，只知道要是惹毛了他，死的时候肯定特别惨。这事就到这儿吧。女生在天渊里响起后又安静下来。是，渊主大人。几位执法长老复杂的看着我，拱了拱手，然后走了。我也没刁难他们，我没什么损失，反而是有个执法长老伤得挺重，几十年都别想恢复，看着真叫人心疼。有人装逼，有人被打，打得连骨头渣都不剩，魂都没了。不，我的孙子，贵宾，请这边走。拍卖行走出来几个人，亲自领着我往特殊通道去。这是谁？顿时各大势力都炸锅了，到处打听我是谁。很快他们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也没藏着掖着，打听起来特别快。御天剑宗的江元白，这么厉害，通知下去，以后碰到这个人绕道走，别跟他起什么冲突。能拿到渊主的贵宾令牌，这人肯定不简单。要知道3大圣地那么多强者，都没一个拿到这个令牌，这小子太可怕了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有这么大的底牌，怎么没被一巴掌拍死呢？贵宾区里有个长相普普通通的小萝莉，小声嘟囔，咬牙切齿的样子。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跟我有深仇大恨呢。外面因为我闹出的乱子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此刻正坐在专属包间里感叹，房间里铺满了9阶黄石玉，其他的装饰也都是9阶材料，豪华的让人啧舌。就连沙发都是用大成镜虎腰的皮做的，单是这个房间就值几百万极品灵石，更别说里面还布置了好几个顶级大阵，价值简直没法算，太奢侈了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天渊拍卖会。今天我也不啰嗦，本来有100件拍品，现在再加10件。会场里一位美女主持着拍卖会，2道电光晃的人眼都花了。我瞪了瞪眼，心中嘀咕，这玩意儿连一手都包不住。师尊，您要是爱这个调调，师妹们也不错哦。温柔瞄了瞄女主持人和凤九天，心中默默地比划了一下，结果很明显，自家师妹们更胜一筹。凤九天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扯？咱们的关系有多假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就是那种塑料姐妹情。你这么干，就是在扇我耳光。他正打算解释一下，这不是他想要这样的，这都是天生的。结果房门响了，柔儿，开门去。我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汗珠，心想，我喜欢的人是病娇型的，但我不想被这种病态喜欢上，天天被温柔盯着，就算是他也受不了，还是赶紧结束这事吧。想起昨晚，要不是自己机灵，恐怕就被温柔得逞了。贵客，我们是来伺候您的。温柔才打开门，一群莺莺燕燕就冲进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他原本不急，以为是送东西的或者打扫的，结果什么情况？是来伺候师尊的。师尊已经有了我，不需要其他人伺候。这些人颜值都在90分以上，个个都是大美女，一下子我就被围住了。你们走开，师尊不需要人伺候。不是温柔小心眼，
而是他根本就没那个心眼的概念。这些人已经踩到了他的底线，还在他面前居然完全无视他的存在。温柔的眼睛都红了。这位姑娘是渊主让我们来的。那些莺莺燕燕们只是随意扫了眼温柔，根本不把他的话当真。他们实力很强，个个都是元婴级别，根本不怕温柔这个金丹修士能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。柔儿，这些都是渊主的心意，我们也推辞不了人家的好意。师尊，温柔气得直跺脚，委屈极了。师尊对女人感兴趣，他随时都可以满足。要是不够，还有师妹呢。师尊难道还不满意？要是他再多几个师妹，师尊会不会就不在外面乱搞了？师尊，温柔走到我跟前，手指纠结在一起，动作有些拘谨，像是有什么话憋在心里。其实我得了种病，一种只要师尊碰其他女人，我就会死的病。说完，温柔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好像真的病入膏肓。凤九天和我互相看了一眼，心中同时浮现出一句话：我信你有病，还是你信我是秦始皇？打钱这一招直接把我给整懵了。温柔以前也不是这种胡搅蛮缠的人，怎么突然变了风格？这病你自己听了一定不信吧？瞧瞧你，脸都红了，要是忍不住就别说了，师尊不会笑话你的。凤九天嘴角直抽抽，他这个师姐的思维方式真是让他跟不上。想想他堂堂女帝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什么奇怪的人都打过交道，可就是温柔这件事，他完全搞不懂。都说女人最懂女人，男人最懂男人，可温柔在凤九天眼里就像个谜一样，你永远猜不到她下一步是直奔主题还是转弯抹角，这让人怎么招架得住？女人的心思简直像海底的针，凤九天都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假女人了。你们都出去吧，为了不让弟子出丑，我挥挥手把那些莺莺燕燕们都赶了出去，然后招手叫温柔过来。等她低下头，我才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像在给炸毛的小猫顺毛。是，那些莺莺燕燕们很不舍得，这么帅气的男人去哪里找？就算倒贴也愿意。可惜他们看了温柔和凤九天一眼，心里不禁有点自卑。这两个姑娘确实挺漂亮的，让他们觉得自己差远了。师尊，你最好了，我来给你捶捶腿。温柔立刻乐开花，果然是师尊最宠她，不然怎么会容许她这么胡闹？师妹，快来给师尊揉揉肩膀，好朋友就要一起分担。温柔想通了，既然师尊喜欢热闹，那他就满足他。别的不说，凤九天总归是了解他的，可以放心。现在两个都满足不了师尊，那就给师尊多找几个弟子，哪怕师妹再多，她永远是大师姐。只要她是大师姐一天，就能多享受师尊的宠爱。嘿嘿嘿嘿嘿嘿，我看着沉浸在幻想中的温柔，除了叹气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还能怎么办？我也觉得挺无语的，自己的弟子吗？自己宠呗。喂，好好捶腿呢，你手往哪边乱摸呢？拍卖会没有多余的废话，大家对新加入的实践拍品都一脸懵圈。拍卖的东西向来是提前准备好的，消息也会在拍卖前2天就透露出去。临时加东西，这可是头一次。天渊拍卖场算是违反规矩了。不过大家更好奇的是，到底是什么宝贝能让渊主破例？临时加进来，在场的人身份都不一般，兜里装着数不清的零食，来这里都有任务，就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，所以根本不用解释，大家反而更激动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渊主破例？好了，闲话少说，第一件拍品来了。一位美女拍拍手，2个穿裙子的姑娘推着小车走上台，车上盖着红布。第一件拍品，7阶法衣，流云轻纱，内置多种阵法，冬天保暖，夏天凉快，还能挡住大成境高手的全力攻击。最关键的是，它特别好看，红布一掀，那条白色长裙就像银子一样闪亮，闪闪发光，像是洒满了星星。裙子的料子像沙子一样顺滑，摸起来软乎乎的，好像踩在云上一样舒服。起拍价10万灵石，7阶法器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达到合体境的修士才会用这种法器。到了这个级别，10万灵石就像是买瓶水那么简单。我夫人要是穿上一定好看，我出20万，我出30万，这裙子我要定了50万，价格越来越高。温柔看着那裙子，心里痒痒的，可看到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就没开口。她也不是没有法意，只是这条裙子确实好看，师尊给了她不少好东西。女人嘛，爱美是天性，谁会嫌衣服多呢？一条裙子价格一下子就飙到了100多万灵石，这种级别的拍卖会，100万灵石才刚起步，没什么稀奇的。176万1次，176万2次，176万3次，我出200万。瑶池圣地的一个长老眼看就要拿到裙子了，突然冒出个人横插一脚，让他气得直咬牙。顺着声音一看，原本想骂人的都咽回去了。贵宾1号包厢能坐在这里的，只有御天剑宗的那个封主，有渊主贵宾卡的人才能进来。既然道友喜欢，那我就不跟你抢了。恭喜贵宾1号包厢得到第一件拍品，流云轻纱，之后会有专门的人送来。出价200万的就是我，灵石多得数不清，表面上看起来亏了，其实赚翻了。很快那条流云轻纱就被一名侍女用托盘端了过来，一手交灵石，一手拿东西，喜欢就拿着吧。我把裙子递给温柔，这丫头一直在盯着裙子看，我也不是瞎子，自然知道。谢谢师尊。温柔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，关键时刻师尊出手了，还把裙子送给她。一激动，她直接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凤九天在一旁直摇头，心想这条裙子虽然好看，但不太适合自己。她平时总是穿红色的衣服，像只火红的凤凰，白色估计不适合她。赠送弟子7阶法衣流云轻纱，获得100倍反馈，100件流云轻纱。我听到系统提示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心想自己要这么多干嘛？九天，既然我给了你师妹，自然不会偏心，这是你的。我又拿出一条流云轻纱递给凤九天，偶尔换换风格也不错，白色也挺适合你的。凤九天愣住了，温柔也愣住了，看看自己手里的裙子，再看看师尊手里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师尊明明有这么多，为什么还要买？
师尊一出手就是大手笔。温柔心里美美的，懒得想那么多，反正师尊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师妹，我们去试试吧。温柔一把拉住凤九天就往旁边的小房间走，她心里想着，这师妹天天穿着一身红，把风头都占尽了，现在大家换一样的衣服，师尊肯定会被迷住的。师姐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凤九天有点迟疑，虽然心里很开心，可一下子换了风格，她还真有点不适应。有什么不好？师尊都说了，白色也适合你。温柔也不给他多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拉着他进了小房间。随后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弄出来的。我一脸苦笑，心想你们换衣服怎么弄得跟打仗似的？第二样要拍卖的东西是一枚丹药，听说能让合体期巅峰的大佬有希望突破到大成期，价格一路上涨。我二话不说就拍下了。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前100样拍卖品我都要拿下。温柔和凤九天在里面换衣服半天还没出来，我也没太放在心上，心想换衣服还能出什么事？恭喜1号贵宾包间得到我们的第10样拍卖品风雷玉火箭。这时候全场的人都用埋怨的眼神盯着我的包间，心里想御天剑宗真有钱，一个无名峰的峰主连续拍了10样东西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这简直是不给别人留活路。你这么有钱，怎么不干脆把整个拍卖场买下来？真是让人气愤。眼看就要结束了，你每次都要掺和进来，1次2次也就罢了，每次都这样，这不是诚心让人不痛快吗？江峰主真有钱，希望你以后还能这么大方。另一个贵宾包厢里有人忍不住抱怨，我微微一笑，懒得搭理，这种小角色不值得我操心。一声冷哼响起，见我不理他，那人也识趣的闭上了嘴。不过这么花零食，早晚得付出代价。拍了这么多东西，他不信我后面还能有多少零食可用，除非把御天剑宗的家底都掏空了，不然肯定不够花。师尊，你觉得我们好看吗？温柔终于拉着凤九天出来了，两个女的脸上都有点不自在。我瞄了一眼，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，尤其是她们还化了淡妆，本来就倾国倾城的脸蛋在淡妆的映衬下更显得超凡脱俗。同样的衣服，温柔穿出了小家碧玉的柔美，凤九天则穿出了端庄典雅的气质，两人个子差不多，站一块儿确实别有风味，好看。我点点头，毫不掩饰地承认了，确实好看，谁看了不动心？那师尊觉得是我好看，还是师妹好看？温柔眼里闪过一丝狡黠，毫不犹豫地抛出了这个难题。我也抬起了头，本来因为换了造型有点不好意思的她，这时候也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等着我给出答案。女人们嘛，总是爱比较的，特别是两位美女凑在一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平时完全不在乎别人看法的她，现在居然特别想知道自己在师尊心中的样子。哎呀妈呀，我的脸色一下变得僵硬起来。谁能想到温柔突然搞这一出，直接把人堵到了墙角，这下子真是紧张的冒汗了。兄弟们，看到这两个姑娘那认真的眼神，这个问题可不好糊弄。我出400万零食，刚好到了拍卖的关键时刻，我感觉像是看到了救星。现在就算是天仙站面前，我也懒得看一眼，眼里只剩下拍卖的东西。恭喜师尊，您别转移话题，我和师妹谁更好看？温柔一步步靠近，凤九天也紧跟不舍，两人的眼神很坚定，女孩之间那种奇怪的竞争心一下子就燃起来了。刚刚还一片和睦呢，怎么现在就成了斗兽场？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？都说3个女人一台戏，才2个就这样了，真不敢想象以后弟子多了会怎样。罢了，不收了。可要是不收弟子，自己的强大力量又该怎么走呢？柔儿、九天，你们2个在我眼里都是最美的。我给了个公平的回答，那要是非得分个高下呢？温柔眨巴着大眼睛，小嘴巴翘起来，一副不到答案不罢休的模样。凤九天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身体往前倾了一点，意思很明显，他也很想知道结果。哎，我的教育太失败了。我摇摇头，心想这2个弟子真是越来越让人操心了。温柔心里一阵高兴，师尊这是选了自己吧？肯定选了自己。他得意地看了眼凤九天，眼神里充满骄傲，像个开屏的孔雀。果然，在师尊心里，自己这个师姐地位更高。还没等他说出口，我就让他明白什么叫尊敬师长。这一招，倒霉的是柳妹儿，我下手毫不留情。凤九天立刻挺直了腰板，目光紧紧盯着拍卖台，好像刚才的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。九天，师尊，徒儿知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跟着师姐瞎闹了。凤九天浑身一抖，虽然身为女帝，但还是在意面子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丢脸。你师姐有点不懂规矩，接下来的拍卖品你来喊价，不用管零食，随便喊。凤九天点点头，甚至不敢再看我一眼。解决完麻烦事，我看着温柔，嘴角轻轻上扬，带出一抹笑意。柔儿呀，师尊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想想怎么说才对。师尊，我没错。温柔态度依然很坚决，这次他下定决心豁出去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的眼神慢慢变得冰冷，认错没？师尊，弟子没错。温柔咬着嘴唇，倔得很，虽然有点懵，但那股宁折不弯的劲儿简直达到了顶点。我心里有点不忍，毕竟师尊如爹娘，打弟子就像打自己一样疼。不过这弟子真是不知悔改。柔儿，认错没？师尊，弟子没错。我摇头叹气，这弟子简直太绝了，简直就是恩将仇报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温柔也是一样，身体软塌塌的，只有嘴巴硬得不得了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怎么就不肯低头呢？这弟子简直就是个麻烦精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温柔忽然晕了过去，我一脸懵圈，难道自己下手太重了？怎么还会晕？我带师姐回去休息，包厢里有个小房间，我把温柔抱进去，轻轻放好，给她盖上被子，然后关门离开。我是不是太认真了？这招只对柳妹儿这种小丫头有用，温柔这么有骨气的人，怎么会让我这点小手段吓住呢？归根结底，她可不是那种好对付的姑娘。呼，我刚一走，温柔立刻睁开眼睛，小心翼翼地瞄了瞄门口，确定师尊走远了，才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心里乱七八糟的，最后只能发出一声叹息，干脆把被子拉起来盖住脑袋。不太对劲，真的很不对劲。温柔又掀开被子探出头，心里琢磨，自己在这里躺着挺舒服的，师尊和师妹在外面，这怎么行？绝对不行。可现在出去也不合适，简直是自找麻烦。可是刚刚要是不装晕的话，哎，头痛死了。师姐还好吗？
凤九天看到出来师尊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温柔都晕过去了，接下来会不会轮到自己？当然这话他可不敢直接问我，没事，睡一觉就好。我表情平静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当师尊太不容易了，这些弟子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。目前来说，凤九天还算靠谱，只是心思还没完全安定下来。师尊，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凤九天身体一抖，悄悄往后退了一步。你这一退，真是让人寒心。别学你师姐，我叮嘱了一句，一个病娇就够受的了，多了更麻烦。我这是提前预防，避免事情搞砸。师尊放心，凤九天安心了些，只要师尊不针对自己就行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轻哼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算了，东西太贵，懒得想了。1000万灵石，我又买下了一样拍卖品，是一枚渡劫7大妖的妖丹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用途，但我兜里有的是钱，我可以用不到，但不能没有它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这渊主是不是不管？这哪是拍卖会，简直就是江元白的私人专场，真的没人能管吗？大伙都快麻木了，彻底麻木了。110件拍卖品，我一个人就抢了95件，花出去的灵石已经超过100亿。这家伙还是人吗？一个门派一年也就赚10多亿灵石，他一个人就顶好多个门派了。玉天剑宗把家底都掏空了，也未必有这么多吧？大伙看向我的目光都变了，这哪里是个普通人，这分明就是一个行走的宝库。财神爷，谁能把他这尊财神爷弄到手，以后还怕没资源用？完全不用担心。众人的目光像火一样烫，即使隔着阵法，我也能感觉到，忍不住抖了一下。你说姑娘家这样看也就罢了，男人之间又不是搞基，这么盯着谁受得了？那些叽叽喳喳的抱怨声我听得一清二楚，但我根本不当回事，我就爱看这些人对我又恨又无奈的样子。滚蛋，怪胎，死怪胎！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有钱，早知道就该让他多掏点灵石出来，亏死了，亏得连祖奶奶都不认得了。隐身的柳妹儿一边嘀咕一边盘算，反正现在用的是假身份，他一点也不紧张，骂起人来一套接着一套。要是我在他旁边，他肯定会毫不客气的上去动手动脚，让我尝尝人心险恶的滋味，顺便加一句，老家伙，爆灵石了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着急，但请大家先别急，我的话在拍卖场里回荡。那些抱怨声立刻安静下来，大伙骂了半天，我一直没回应。现在我开口了，大家都想知道我想说什么。我不是那种扫兴的人，前100件我全包了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，行不行？操，富得流油，我们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一群人差点把白眼翻到头顶去了，听完后觉得跟没说一样，还得谢谢他给我们剩了10件是吧？短短2句话，众人沉默了，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。又过了4件拍卖品，有人出价，估计是托，我顺利的拿到了。很快，压轴的东西亮相了，那是一幅古老的卷轴，上面散发着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气息。卷轴一拿出来，不少人都站起来了，眼睛亮亮的，眼神里满是期待。想必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？姑娘手里晃悠着一幅画卷，这玩意儿既然能压轴登场，肯定不是寻常货色。不错，这是全新秘境的地图。姑娘晃了晃手中的画卷，各位应该都晓得秘境的价值吧？秘境吗？有的是天生的，有的是后人造出来的。一个门派强不强，也跟秘境扯得上关系。秘境虽危险，可里头的宝贝也多。这秘境的位置挺偏远的，那位渊主根本没瞧上眼，所以拿出来卖了，起价1个亿灵石，1个亿灵石就吓跑80%的人了。要是能控制个秘境，那门派的发展就不用愁了。1个亿的投资，稳赚不赔，哪怕是最差劲的秘境，这个价也值。我出2亿、3亿、10亿，这最后一件宝贝的消息早就传开了，不少门派就是冲他来的。前面那些东西随便买买算了，只要能得到这张秘境图，别的都不重要。价格很快飙到50亿，现在还能继续喊价的，就剩下那些圣地或者超大势力了。这种级别的势力才能掏出这么多灵石。灵石虽然珍贵，但其实灵石最容易赚，真正关键的还是资源。100亿，我直接翻倍加码，101亿、110亿，毫不拖拉，直接碾压对手。我一脸平静，比灵石10大圣地的家底加起来都不够我花的。江峰主，你们玉天剑宗应该不差这一个秘境吧？有人忍不住插嘴，谁会嫌秘境多呢？最后我用150亿灵石拍下了秘境图，秘境图递到我手上，我随手扔出个储物戒指，里面装满了灵石，整整150亿，亮得刺眼。我展开秘境图，图上的线条乱七八糟的，点点连成线，指向远方。拿着秘境图，感觉好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指路。这个地方像是在我的神辉王朝的落凤海域。凤九天仔细瞄了瞄，见我看过来，他接着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神辉王朝的落凤山脉，传说有2只火凤掉下来，一只落在山里，一只落在海里，但没人能证明过。直到我发现了落凤山脉里的秘境，从里面找到凤凰精血。”凤九天把知道的事全说了出来。现在的落凤山脉秘境还是我们神辉王朝的根本。说到这儿，凤九天眼里闪过痛苦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最亲的人背叛。别担心，有我们罩着呢。我轻轻揉了揉凤九天的脑袋，他平常都会躲开的，但今天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这张地图或许就是落凤海域里那只凤凰的老巢。凤九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师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小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温柔看见师尊和小师妹靠在一起，特别是师尊正在摸小师妹的头，小师妹居然没躲开，有点奇怪，太奇怪了。自己躺着胡思乱想的这段日子，他俩的感情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？家里的东西被偷空了。大师姐，我和师尊在研究地图上的秘密地方呢。见到温柔走出来，凤九天下意识地往边上挪了挪，离师尊远了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居然有种被逮住的感觉。呸呸呸！我和师尊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做，躲什么呀？这不是自己承认了吗？是这样吗？温柔满脸怀疑，完全不信他师尊这么厉害，这么靠近就是为了讨论地图。他走近了几步，看到我手里摊开的地图，这才相信凤九天说的是实话，脸色立刻变了。小师妹，师尊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女人的心思就像海底的针，琢磨不透，他们的表情就像来大姨妈时一样，你根本猜不到接下来会怎么样，只知道要是这时候惹他们，肯定会被甩一巴掌。
凤九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温柔，温柔点了点头，他师尊真是厉害得很，一个人拍下了全部的100件拍卖品，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后面的10件拍卖我没参加，那些继续出价的人终于有点参与感了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，要是我突然疯起来，继续出手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，他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而且后面的东西都不简单，全是9阶的好东西，别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合体境、大成境的，就算是渡劫期的老妖怪来了，估计也不会坐视不理，装什么装，说什么只看前100件，这是把零食花光了，买不起后面的东西了吧？他们心里已经把我的故事编完了，不少人觉得我就是个傻子，花那么多零食去买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越后面的东西越好，这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我现在就像个看热闹的，手里捧着灵茶，肩膀让凤九天捏着，腿让温柔捶着，日子过得多惬意。听着下面的人争得脸红脖子粗，我觉得很满意。一群小丑，我爆出来的金币，你们一个都不能少。10件物品的拍卖价格也不便宜，我没吃亏，反而赚翻了。没用的东西留着也是浪费。九天，既然你对这个地图熟悉，那就留着吧。师尊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可能不是凤凰的老巢呢。没事，留着玩呗。我挥了挥手，众人抢破头的秘境地图在我眼中就跟废纸一样，随手就丢了。赠送凤凰弟子秘境图，触发1000倍返还仙人秘境图。师尊，凤九天有些触动，外面那些势力打得头破血流都没搞到的秘境图，师尊就这样随便给了自己，自己到底有什么能耐？师姐，别说了，别说那凤凰秘境图，就是师尊给我的仙人秘境图，我也提不起劲来。师尊，你这样盯着我看干嘛？当他温柔的眼神和我对上时，他觉得自己好像被看穿了，他在心里嘀咕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，就随口说了2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对仙人秘境图这么感兴趣，那就给你吧。我随手递过一张皱巴巴的卷轴，看起来像是从哪个角落捡来的。温柔接过卷轴，一点也没怀疑真假，他轻轻打开卷轴，瞬间一股强大力量迎面袭来，就像有位9天之上的神明在俯视他，他的腿不由自主地发软，差点跪下来。他努力想稳住自己，但完全没用。我一声冷哼，所有压力瞬间消失，只剩下温柔额头渗出的细汗。师尊，这仙人秘境图还是还给您吧，我现在驾驭不了。温柔尴尬地把卷轴递回去，语气带着讨好的味道。他心里暗想，自己真是有点得意忘形了。师尊连仙人秘境图都愿意给我，他对我真是太好了。站在一旁的凤九天也惊呆了，他刚才只是瞥了一眼，就觉得心神被那股威压吸引，根本挣脱不开。要知道，他的灵魂已经达到普通渡劫境的强度，可依然被压制得很惨。这卷轴绝对是货真价实的仙人秘境图，而且还是非同寻常的那种。他心中感叹，自己的师尊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充满神秘感，虽然只是封主，但每次都在刷新他的认知。或许这辈子他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遇到师尊了。他的心境悄然发生变化，原本他觉得自己最幸运的是遇到了萧炎那样的天才，但现在他明白，遇到我才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。这个男人太神秘了，他迫切想知道他的秘密。怎么，仙人秘境就把你们吓住了？有一点，我一甩衣袖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几分傲气。我们修仙者本来就是逆天而为，连天都不怕，区区仙人算得了什么？仙人不过是境界高一些罢了，其他没什么特别的。这话听起来狂妄至极，谁不想修仙成道呢？谁不盼着长生不死呢？可我说起仙人来，就跟说街边摊贩似的轻松，违抗天命。温柔一听，顿时眼睛发亮，心里豁然通透。对啊，咱们修行本来就是在跟老天作对，就连骑马踩祖先这种事都干了，还怕什么仙人？他重新展开卷轴，身子站得笔直，目光坚毅，再也没被任何气势压倒。我心自由自在，区区仙人，挥手就能灭了。凤九天也觉着自己刚才想差了，自己都敢逆天而行了，还畏首畏尾的，真够怂的。多谢师尊指点。凤九天毕恭毕敬的行礼，打心底里佩服。他心中一直有个疙瘩，犹豫不定，现在这疙瘩彻底解开了。现在地塔强大的让人害怕，拍卖会结束，双方都很满意。我虽然一开始闹得挺夸张，但后来说到做到，买货的各路势力也都满载而归，我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，整个天渊都震惊了。很多人觉得这简直像做梦一样，不可能是真的。玉天剑宗倾全宗之力有这样的本事还可以理解，一个无名小峰的峰主竟然这么有钱，那玉天剑宗岂不是太可怕了？难怪大家都不信，连玉天剑宗的人都懵了。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江元白吗？一招成名，直接无敌。一个人这么说，他们不信；两个人这么说，他们还是不信。但拍卖会出来的人全都说，那就不得不信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不少人已经蠢蠢欲动了，真是让我意外。你要是早点说要这些东西，我直接打包给你不就行了吗？拍卖场后头，我又去找叶宁轩，那样就没劲了。我翘着二郎腿，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随意，完全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这是你要的东西，暂时就这些，之后的会有人送到无名峰。叶宁轩递过那件，我接过来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对叶宁轩绝对信任。既然没别的事了，那我就回宗里了。算算时间，宗门收徒仪式也快到了，现在回去正合适。普通人无罪，有了珍宝反而遭祸。你现在可是人人眼里的香饽饽，要不要我送你一段？价格合理。叶宁轩眉梢含笑，像是在开玩笑，只要我开口，他肯定会帮忙。不用了，这些人想送死跟我没关系。我耸耸肩，这些人顶多就是渡劫境，我根本不担心。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让叶宁轩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我之前给你通讯狱里留了一道分身，要是打不过就叫我。叶宁轩没再多说，看着我慢慢走出去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容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修行界太太平平太久了，确实需要来点新鲜事了。师尊，我觉得有人在跟踪咱们。三人往城门口走的时候，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，那些目光火辣辣的，满是欲望。天渊城里最多的就是些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，他们被逼无路可逃，最后只能藏身天渊城，勉强活着。只要交一点点钱，就能得到渊主的保护。这儿简直成了坏蛋们的天堂。就像叶宁轩说的那样，普通人没有罪，但拥有宝物就有危险。这些人平时都在玩命过日子，现在看到这么大好处，
谁能不动心？只要抓到我，慢慢发展，最终飞升成仙，那生活岂不是美滋滋？凡间的事情再跟他们没关系，升天成仙就在眼前。只要这一票成功，以后的资源完全不用担心。没事，让他们去吧。在天渊城里，应该没人敢跟渊主作对。有钱就得冒险，兄弟们，直接干掉他们，然后赶紧跑。我们的福气就在这时候了。忽然，从街道两边冲出一群人，速度太快，叫人反应不及。大家都没料到这些人会这么狠，居然敢在天渊城里动手，简直是不要命了。4个大成境界的，11个合体境界的，我一眼就看出他们的修为。在外面，这些人足够建立一个门派了，如今却成了亡命之徒，还把目标锁定了自己，真是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。在天渊城对他们下手，根本不用自己动手，一道剑光从天上飞下来，带着点光芒，一下子就打破了空间的屏障。这些人还没靠近我，喉咙就已经被贯穿，魂魄也消失了，肉身着地。这些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。周围的人都倒抽一口凉气，这是大成级别的强者和合体级别的高手，放到哪都是受人尊敬的人物，现在却被像宰鸡一样随便杀死。我的规矩，你们难道忘了？冷汗顺着众人的脸流下来，后背全湿了。看到这些人动手，很多人也准备出击，生怕比别人慢。现在大家都庆幸不已，还好自己慢了一拍，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渊主的威势瞬间让这些人安静了下来。城里不能动手，那就只能到城外去了。渊主虽然没明说庇护，但也默认了他们能在城外动手。嘿嘿嘿，小子，让我瞧瞧你到底有什么底牌。拍卖行的后院里，叶宁轩的眼神穿透了千山万水，一切尽收眼底。旁边一把小剑漂浮着，发出嗡嗡的声音，好像在欢呼。好了好了，别急，你自己去天渊城转转吧。我轻轻拍了拍小剑，小剑立刻明白了意思，兴奋地穿梭于空间之间，生怕眼前的这个人反悔。穷人真是穷光蛋！我毫不客气地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这些储物装备翻了个遍。主人已经死了，我很轻松地打开了这些东西。太穷了，穷得要命，这让人忍不住想问：这些真像是合体境、大成境强者该有的家当吗？随便一个化神境都比他们阔绰多了吧？怪不得他们会冒险在城里动粗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。周围的家伙们都傻眼了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连渊主的东西都敢下手，谁不清楚城里动手的人留下的东西，照规矩都要交给渊主？难道我们以前是误会了？渊主从头到尾都没这个打算，纯粹是我们自己瞎猜。有个人盯着自己眼前的那剑，那是我掉下的，他修为一般，财源阴尽，而对面的家伙可是合体境。他吞了口唾沫，见没人瞧见，他手一扬，对方手上的储物戒已经到了他手里，周围的才反应过来，捶胸顿足，东西已经归他了，再去争抢就显得没礼貌了。砰！一股吓人的压力降临，那家伙瞬间化成粉末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幸好，贪心真是太可怕了。一群人默默庆幸，刚才还后悔的要命，现在就开始幸灾乐祸了。死了同行的总比自己倒霉好，人就是这样现实。同时，我们3人的待遇让不少人心生退意。别看渊主没说什么，到时候他们刚动手，渊主就来清算了，又不是活不下去了。先看看再说，走吧。我带着2个姑娘往前走，同时已经做好了后备方案。天渊城门口，石长老从虚空中走出来，气势嚣张得很，宛如面对强敌。本来宗主派他来保护我，他还觉得多此一举，谁敢对御天剑宗的人下手？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没想到一来就有大成强者对他发难，他出手镇压那些小角色，还以为只是虚惊一场。现在看到虚空里藏着的一群人影，他警觉起来，但也没完全乱了阵脚。石长老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放轻松点，放轻松点。在神眼的注视下，虚空里藏匿的人仿佛一丝不挂，立刻就被看穿。接近30个大成强者，这样的队伍足以灭掉一个二流宗派了。平时低调得很，估计也就是天渊这种罪恶之地才能聚集这么多穷凶极恶的家伙。紧张？你问我为什么紧张？石长老额头冒汗，你可真是心大。走吧，回宗。他还能说什么？只能先带我回去。下次再弄这么大动静，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。你这样悄无声息的闹腾这么大场面，我这老骨头可撑不住。9头蛟被召唤出来，9条蛟龙咆哮着，带着4人冲破波涛。周围埋伏的人没有马上动手，而是偷偷跟着后面，寻找最好的机会。只要还没走出天渊猎捕，局势就还有转机。谁知道渊主会不会突然插手？就只有过了这天渊猎捕，他们才算彻底安全。小江元白，待会儿要是真干起来，不管什么保命的招数都使出来吧。我已经给门派报信了，太上长老马上就要来了，咱们就再坚持一会就成。石长老悄悄告诉我们3个，开始温柔和凤9天没觉得这事有多严重，直到现在才明白，我们确实是太张扬了，东西别随便露出来，仅仅是一点点显摆的家底，就已经让别人眼馋了。放轻松点，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了，各种资源早拿的手软，本事再大也没地方施展，我自己都觉得挺无聊的，不花点钱，简直浪费了这么多资源。石长老，这个给你，能让你的实力更强大些。我扔了一个储物戒指给石长老。御天剑宗的人对我还不错，没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。既然对方帮过我，送点资源也是应该的。你这小子，我一把老骨头了，你说什么？好小子，不过我可没说出口。石长老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，他承认自己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。他修炼的是御天剑阵，要发挥全力的话，得靠高级别的飞剑才行。目前他的御天剑阵主要靠一把9品下等的灵剑，剩下的9把都是8品灵剑。我给的那个储物戒指里有10把9品顶级的灵剑，还有一个通天剑印。想要突破到渡劫境界，就得领悟一丝法则之力，而那个通天剑印里装着一位见到渡劫高手的所有心得，只要他掌握了这些，成为渡劫强者没问题。我还是喜欢你这种倔强不服输的样子。好小子，你说的我都想你了，太有钱了。刚开始我还以为这些人是在吹牛。石长老笑了一下，脸色忽然变得严肃，10把飞剑围绕着他旋转，剑笑声不断。一瞬间，天空中悬挂着一把巨大的剑，云层都被劈开了。御天剑阵，御天剑宗10大绝技之一，威力无穷。那巨剑落下，把周围的虚空割裂，露出了藏在暗处的人。各位，给你们一个选择，要么撤，要么死。
石长老本来看起来邋遢随意，这时脚踩虚空，仿佛从天而降的仙人。你们先走吧。行。那九头蛟龙吼了一声，准备逃跑，我却一点都不急。能当上御天剑宗10大长老，光靠大成巅峰的修为是不够的，还得在同级别里横扫对手。在大成巅峰这个圈子里，石长老稳居第10名，凭借御天剑阵的厉害，挡住这些人完全说得过去。兄弟，我只是想要钱，并不想杀人，你也别太硬气。那30多人一起出手，想一口气抓住我，刚动手就被石长老发现，一招就让他们后退，弄得他们心里发毛。御天剑宗10大长老的名头可不是虚的，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。你们有这本事吗？石长老对自家人大慈大悲，像和蔼老爷爷，可对外人那是说杀就杀。既然这些人不想走，他也懒得客气，十剑齐发，空间直接被封印，成千上万的剑影冒出来，开始乱劈乱砍。在这剑阵里，他就是老大，咱们一起上，先把这麻烦的家伙干掉，再去追那个小子。在御天剑宗的援军赶来前，我们得快点行动。一个大成巅峰的高手领头，拿出一根黑漆漆的长枪，一条黑龙怒吼着冲破了袭来的剑影。黑龙尊者，原来是你！失踪万年的黑龙尊者看到这人出手，其他的高手眼睛都亮了。黑龙尊者是万年前的超级天才，在天玄大陆排行榜上赫赫有名，沉寂这么多年，实力肯定不得了。一起上！大家齐声响应。石长老冷笑：黑龙尊者又怎样？他只要耗着这些人就行。嘿嘿嘿，这种好事怎么没我的份儿？魔气冲天，剑阵被撕裂，一个可怕的大魔出现，冷冷地看着石长老，他手里拿着一面鬼头幡，无数恶鬼在里面盘旋，惨叫连连。鬼面老魔看到来人，大家都害怕得很。这可是鼎鼎大名的大成巅峰强者，鬼头幡的威名让很多人恐惧，里面关着数不清的生灵，主魂更是某位渡劫强者的残魂，厉害无比。老魔都来了，哪能少了我？一只朱雀怒吼，火焰布满天空，一个妖艳的女人坐在火鸟上，全身烈焰汹涌。万焰尊者，石长老知道我会引来不少高手，但没想到这么多。这3个单挑他都不怕，2个还能对付，3个他就开溜了。更何况还有30多个大成境界的高手在场，他是很厉害，但还没厉害到那种地步。没想到一下子来了3个大人物，大成巅峰的强者能称尊的，都是同一时代最顶尖的人才。一个我竟然召唤出了3个大人物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好小子，没想到你给的飞剑还真派上用场了，真是算准了。石长老不再犹豫，面对3位封尊级别的大成强者，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现在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。御天剑阵藏剑，既然有备无患，那就毫不犹豫。御天剑阵最强的一招藏剑，伤害自己也伤害敌人，不好，他要引爆法器，真该死，这么果断。9剑8阶极品灵器，还有一把9阶灵剑，这得值多少钱？御天剑宗是不是太有钱了？一大群大成强者心疼得喘不过气来，连3位尊者也变了脸色。藏剑的威力他们早就听说过，轰隆轰隆轰隆，可怕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连数万里外的天渊之地都能听见这些爆炸声。所有人都吓得头皮发麻，想去看热闹，可又不敢靠太近，就怕不小心被牵连进去。哟，小兄弟，你的杀手锏是不是快用完了？叶明轩小声嘀咕着，可脸上还是那副轻松自在的模样，好像随时都在等着看好戏呢。石长老，速度够快的吗？空间一阵晃动，石长老重新站到了9龙车上，本来就有几分邋遢，现在更显得狼狈至极，满身灰尘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你这家伙就会冷嘲热讽，3个封尊大成高手，我再厉害也不能单挑30多个。石长老气得直跺脚，这个小兔崽子说话真是让人火大。别说了，听着就烦，你不是天下无敌吗？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谁能说无敌？唯我呜呜。石长老脸色一沉，糟了，自己的那些黑历史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凤九天和温柔相视一笑，眼睛里全是无可奈何。师尊真是太调皮了，幸好只有3个封尊大成，靠着藏剑还能勉强拖住他们一阵子，幸亏没来什么渡劫级别的大佬。嘿嘿嘿，我只是路过，没想到遇见这么大个宝贝。一条条锁链从空间中飞出，缠住了9头蛟龙，牢牢地固定住了他。一位老者从虚空里走出来，空间都跟着微微颤抖，那股可怕的气息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。渡劫境界，温柔还有凤九天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石长老身上。我说这是纯属意外，你相信吗？石长老慌了，自己怎么不知道自己居然有这么乌鸦嘴的潜质呢？这简直是话刚出口就要跪下认错的节奏。封天魔帝，我劝你现在赶紧离开我御天剑宗的地盘，还能挽回点局面，不然的话，你今天必死无疑。石长老说出了对方的身份，我也听说过封天魔帝，那是渡劫期的魔祖，擅长封印法术，自号封天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号。当初这家伙干了不少坏事，被御天剑宗的老宗主劈掉了半条神魂，重伤逃走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。就凭你们几个！封天魔帝眼里闪过一丝阴狠，真当他是个好欺负的软柿子吗？锁链哗啦啦作响，朝4人缠绕过来，2个神体，一个长老，一个封主，这样折损下去，御天剑宗怕是撑不住吧？你敢动手试试？石长老立刻调动全身灵气，一口血喷出，之前藏剑带来的反噬再也控制不住了，这是要拼命的节奏。别急，我拿出一张符箓，点燃后，一道金色护罩立刻罩住了大家。9阶金龙符，看来你的身份不一般。封天魔帝仔细打量了我几眼，然后放声大笑，老天对我不错，还能捡到这么大个便宜。9阶符箓又如何？撑不了几秒，几秒后你们一样得完蛋，那就继续试试。石长老，注意时间使用。我直接甩出一堆金龙符给石长老，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。比资源耗也能把你耗死。师尊，我这儿有个招数，能打得他躺平。凤九天悄悄说道，他的灵魂修为也是渡劫级别的，如果使出灵魂秘法，10有8九能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。
只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恢复起来相当费劲，这也正是他残缺的灵魂需要萧炎扶持的缘故。别，不用这么狠，女孩家得爱惜自己。好嘞，听师尊的。凤九天乖乖点头，只要我一声吩咐，哪怕伤及灵魂，他也义无反顾的要用上这招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，我非弄死他不可。温柔的眼神变得空洞，嘴里嘟囔个不停。我们三个听得明明白白。此时的温柔状态明显出了问题。柔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着温柔这般模样，我心中一阵疼惜，赶紧把她抱在怀里。有师尊在呢，有师尊在呢。师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害死了我的亲人。温柔的眼里此刻充满了仇恨，那些不愿想起的事情一件件浮现在眼前。被我抱住的一瞬间，她眼里的光芒凝结，可那是一片血红，是吗？我眼神冰冷，这个小丫头一直藏着秘密，我早就察觉到了，如今更是心知肚明。那师尊帮你收拾她。我轻轻拍了拍温柔的小脑袋，满眼都是宠溺，然后站了起来。封天魔地对吧？我捏碎了一枚玉简，顿时璀璨的光芒四射，一道剑气划破天地，带着无可匹敌的力量直奔封天魔地而去。天崩地裂，空间破碎，这一切都在这一击中化为乌有。这一击非同寻常，这是仙人的手段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封天魔君的脸色瞬间惨白，转身就想溜，可那股力量就像盯住他不放一样，根本逃不掉。直到临死前，他也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挂的。对方哪来的这么厉害的底牌？有事不能好好谈吗？你留一手，我也留条命，大家相安无事多好。可惜没人告诉他真相，现在他连魂都没了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行了，没事了，人已经没了。我轻抚温柔的脑袋，给他理了理头发。自己的弟子当然得自己疼着，至于留下对方一命这种蠢事，还是免了吧。我可不是傻子，干嘛做这种多余的事？直接弄死算了，省得留后患。石长老看得目瞪口呆，天空被撕开的裂缝就像深渊大嘴，仙力滔滔不绝，空间裂缝一时半会儿闭不上。这就是仙人的实力吗？那道光芒虽然没朝着自己而来，但光是余波就让他感受到死亡的气息。幸亏我是自己人，要是敌人的话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怪不得这小子一直这么镇定，原来背后有这么大的依仗，不太对劲。